喜欢三角风，不仅是它适合多人造型，更因寒冬来临所呈现出红黄相间的叶更有色彩的层次感，红的也更加自然。盆养的三角风与野外生长的环境不同，要像黄芦盆景红叶操作一样，在秋季对它剪叶，只有在新叶长出来后才会红得更加完整。这一盆是今年8月中旬剪的叶，大约1个星期新叶长出来，直接定型，对它进行控水管理半个月，以后就进入正常的浇水。10月中旬气温回落，等叶开始变黄，轻微干两次盆，叶很快就会转为红色。三角风盆景红叶不会像黄芦那样需要较大的注叶温差。南方大部分地区在初冬一般都会形成红叶，但盆养的三角风红叶的时间不会很长，像这一盆半个月左右就开始落叶了。这一盆剪叶的时间稍微晚一点，叶刚开始变黄，可以进行干盆操作。干盆要等叶出现下垂再浇水，水要浇透。红叶前对盆景稍作修剪，主要是保形，剪出丛林的层次。等叶红时，也许会有一点陈年浸染的意境。对三角风盘杂容易产生线丝，盘杂之后最多1个月就要拆掉铝线。这是翻盆时固定用的铝线，出现线丝就要把它剪掉。这盆连根三角风出镜率比较高，不是因为它成型好，而是因三角风许多特性在对它培养造型中都有体现。像连根的形成，利用了三角风愈合能力强的特点，将几个扦插苗绑扎在一起。连根形成目标是养成板状根，养了10多年，每2年对它洗根修根，板块逐渐增大，什么时候能达到目标很难预计。玩三角风享受过程就比较满足，就像每年能观赏红叶一样。三角风生长快，但它的成型时间相对要长，这主要是由三角风生长特性所确定。从最初的养桩开始，出芽要控制芽间距，蓄养主干要供养出枝，养主枝要供养侧枝的生长等等。只有在供养中，三角风枝干粗细比例才会协调，成型过程也少走点回头路。说到供养，听起来是不是感觉到很复杂？其实很简单，关键在1个字：控。道理同我们健身一样，适当控制食欲，保持好身材。对三角风的供养主要是控制它的肥水，在生长季只要不产生严重的干盆，要控制浇水施肥，目标是使枝节变短，枝干在生长中粗细比例均匀。玩三角风产生食物，基本上属于把桩养过了头，能在供养状态下养出的桩材，一般会有一副好的身材。除了浇水施肥，修剪也是三角风供养的主要手段。喜欢动手剪的朋友，我建议你们养几盆三角风。三角风生长快，修剪的频率比较高，适合练手。三角风进入快速生长期，修剪不及时很可能产生变形。这是7月份修剪之后长出来的枝。像这种生长快、枝节过长、朝上直立生长的枝，在三角风造型中最好不要利用。三角风虽是节生压缩种，但三角风控短枝节后不会缺枝，剪掉这些枝才能比较好的保持供养效果。在三角风成型的过程中，相对其他树种，对已经基本成型的脱枝重复修剪培育的概率比较高。比方说修剪不到位，就会使局部生长过快产生变形。像这盆已经基本成型的脱枝，每年春季对主枝进行缩减，秋季对侧枝进行重剪，即使已形成多季枝，只要粗度超出比例，也要剪掉重来，在空剪下才能维持原有的造型。像这条枝，方向和过渡都没有问题，但枝条增粗过快，把它剪掉就限制了后段主枝增粗。这2条枝把粗枝剪掉，
放缓它的生长速度。只留一对芽点是接生芽树种修剪中的特点，枝节短，空间变化才会大，枝更加密集，表现力才会更强。这是由一对芽点形成的多基侧枝。像这种枝留2对芽点，出枝就显得僵硬，而且后续的侧枝很可能形成平行枝。三角枫枝条形成过多，最多也就1个生长季。像这种失去过多的枝不要留。三角枫的芽点不明显，用手摸一下就能感觉到。这条枝看上去没什么毛病，但剪短之后可以改变枝条的成型方向。三角枫控芽中的修剪方法有很多，与对节白蜡都属于接生芽树种，修剪上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了解了它的特性，在造型中就比较容易发现和掌握这些方法。三角枫的适应性比较强，从南到北都可以种养，最佳种养和放盆在2至4月份。玩三角枫盆景能感受到它的3个不同季节变化：春冠嫩芽，秋品红叶，脱衣放景还可以赏寒枝。这么好的盆景素材，不去养几盆实属遗憾。我是山区龙啥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评论区见。